江婉之此生做过最惊世骇俗的事，便是在沈家满门抄斩后，当众撕了与皇室的婚书。随着沈岸去了漫天黄沙的边关，彼时沈岸众叛亲离，唯有江婉之在漏风的土屋里替他磨了3年的墨，3年引兵，沈岸白骨成神，他杀回京城，成了大权独揽、生杀予夺的摄政王。江婉之也被他宠成了京城横着走的活祖宗。他要拆谁家的台，他便亲自递刀；他嫌谁家的花开得不好，他便命人一夜之间将其夷为平地。世人皆感叹当年的惊天一赌，换来了这辈子泼天的权柄与圣宠。直到那个在巷口卖药草的小医女出现，只因在那落雪的寒衣节，对方送了沈岸一袋暖手的艾草，江婉之便下令封了对方的医馆，让人丢出京城。可这一次，那个往日无论他如何折腾都会笑着替他收尾的男人，却没来哄他。江婉之憋着一腔委屈与怒火，在深夜寻到了他的别院。他正欲推门兴师问罪，却在檐下听到了屋内推杯换盏的笑谈声。王爷，王妃这脾气是愈发大了。那小医女不过是瞧您体寒尽份心，王妃竟容不下。是啊，王妃骂那丫头是上不得台面的下人，说她卑微廉价。王爷，您也不去劝劝。屋内传来一声玉盏碎裂的清脆响声，紧接着沈岸那曾对他百般温存的嗓音，此时带着几分酒后的散漫与毫不掩饰的嘲弄。高贵，他若真的高贵，当初又怎会为了个前途未卜的落魄户，便自毁名节，断发弃家的随我去吃苦？他江婉师如今骂别人是下人，可他当初自贬身份，上赶着倒贴我这丧家犬的时候，又比谁高上多少？当年他温柔小丽，如今手握权柄，被利益熏得心狠手辣，谁也容不下。如今每晚睡觉，我脑子里都会浮现他狰狞的脸，你们不知道我有多厌烦。阶下残雪消融，我只觉得那彻骨的寒意。我坐在冷风刺骨的廊下，眼泪糊了一脸。沈岸带回那个叫苏渊渊的女孩时，马车直接停在了内院。这在规矩森严的相府是绝无仅有的破格。江婉之，别再闹了。这是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，没有解释，没有安慰。我看着苏媛媛腰间挂着的那个玄色金囊，那是我的心血。为了里面的那片千年护心镜，我曾在冰川之巅跪了3夜，冻废了半条左腿。可如今，那个锦囊被这名伪装成舞姬的医女苏媛媛漫不经心地把玩着。那是我的东西。我声音沙哑，死死盯着沈岸。沈岸的眉头微微蹙起，眼中闪过一抹不耐。不过是个旧物件，媛媛身子弱，受不得惊吓。这镜子能定心，送她便送了。沈家大小姐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小家子气？小家子气，我自嘲地笑了。10年前，我是郑国公府最尊贵的嫡长女，她是被抄家、人人可欺的落魄罪神子。为了扶她上位，我舍弃了婚约，背弃了家族，甚至曾替她挡下了一枚淬了毒的暗箭。从此，我失去了生育的能力。她每次都会从百忙之中抽身，抱着我说：“婉之，这天下女子千千万，唯有你是我沈岸唯一的药。”可现在要过期了。沈岸，你答应过。这辈子绝不负我，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。我站直身往前走了2步，左脚的旧疾隐隐作痛，疼得我指尖颤抖。沈岸甚至没有看我一眼，他温柔地扶住苏渊渊的肩膀，语气淡淡：“承诺是给懂事的江婉之的，不是给一个疯子的。渊渊，我们走。”苏渊渊回过头，对我露出了一个怯生生却充满挑衅的微笑。那一刻，我知道那根维系了10年的丝线断了。今年最后一场雪下完，沈岸以为我还会像以前那样闹。第2天，我果然去了他的书房。第3天，但我没砸东西，我只是平静地坐在那张红木椅上，看着他为苏渊渊亲手作画。怎么，这次不甩我的灰墨了？沈岸冷声开口，笔尖未停。若是来要回那个锦囊，劝你死心。渊渊很喜欢，他已经把它缝在了贴身衣物上。我看着画中人，那眉眼间竟然有几分像我18岁时的模样。沈岸，你还记得我沈家的兵符在哪里吗？我轻声问。他的笔尖猛地一顿，一团浓黑的墨字在画纸上晕开。他转过头，眼神阴鸷。江婉之，你这是在威胁我。别忘了，沈家早已满门抄斩，若不是我保你，你现在只是一具荒野枯骨。沈家满门抄斩，多么讽刺！当年顾家被定罪，他重掌大权之后，第一次清算的竟然是我家，以我沈家手握兵权，意图谋反罪民，收回兵权，流放3000里。事后他跪在我面前一夜，哭着保证一定会看护我家人的安全。可现在我才明白，一个想往上爬的男人，最痛恨的就是那个见过他最卑微、最阴暗一面的见证者。我没威胁你。我垂下眼睑，掩盖住里面的碎光。我只是累了。那个武姬，你若真喜欢，就封为侧妃吧。沈岸冷哼一声：“侧妃？她那种身份，做侧妃是委屈了。江婉之，我准备让她做我的正室夫人。至于你，我会在这后山为你盖一座别院，你就在那里清修吧。”正室夫人，我这个曾经的皇子妃候选人，竟然连正妃的位置都要让给一个武姬。好，我只说了1个字。沈岸似乎没想到我会答应的这么快，他眼底闪过一丝疑惑，但很快被更深的冷漠覆盖。他从怀里掏出一叠银票，扔在桌上。这些钱够你下半辈子挥霍了，别再出现在渊渊面前。他胆子小。
我拿起那叠银票，指尖发白。这些钱连我当年送他的一件狐裘都买不起，可我还是收下了，因为我知道不爱了，一切都不计较了。3天后，苏渊渊在后园落水了，毫无意外，所有人都指认是我推的。沈岸带着满身寒气闯进我的院子时，我正坐在一地残破的红绸中，那是我们当年成婚时他私下为我披上的嫁衣。江婉之，他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，这是他第一次动手打我，火辣辣的疼从脸颊蔓延到心底。我抬起头，嘴唇勾起一抹凄厉的弧度。沈岸，这次是因为什么？渊渊有了身孕，你这个毒妇，自己生不出孩子就要害死我的骨肉吗？身孕。我看着他，像是看着一个陌生人。10年前，大夫说我这辈子都无法偿还，更无法孕育。他当时哭着对我说：“婉之，我只要你，孩子这种累赘，我有你就够了。”原来那只是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更合适的选择。如果我说是他自己跳下去的呢？我平静地问。闭嘴！沈岸反手又是一巴掌。他的侍女亲自来报，说听见你故意咒骂，说他身份低贱上不得台面。要是我不想被荆州人嘲笑，就主动去死，所以他才听了这些自己跳湖的。多么牵强的理由，多么拙劣的借口，一个侍女随口编的瞎话都能激起他的情绪，可见我在他心里是多么不重要。既然你亲眼所见，那便定罪吧。我闭上眼。江婉之，我给过你机会的。来人，沈氏极度成性，残害子嗣，剥去名分，贬入暗牢。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给他治伤。我被拖走的时候，左腿的旧疾发作，钻心的疼。我回头看见他急匆匆奔向另一个人的寝宫，连一个余光都没有留给我。暗牢里阴冷潮湿，我坐在角落里，看着那些老鼠在脚边爬行。我想起10年前，他也曾被关在类似的牢房里，那时候是我买通了狱卒，每天给他送温热的饭菜，甚至3夜未曾合眼，用温水喂给高烧不退的他。那时候他说我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亮光，而现在这道光被他亲手掐灭了。沈岸不知道的是，沈家并没有真的灭亡。沈家之所以能成为100年江门，靠的不止忠诚，还有遍布天下的暗桩。在暗牢的第7天，一个黑影出现在铁窗外。主子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我睁开眼，暗牢的阴霾掩盖不住我眼底的疲惫。帮我运作一下，我要去塞外，永远不回来。沈岸发现不对劲的时候，江婉之已经3天没闹了，这很不寻常。以往他生气，要么砸了他书房的所有砚台，要么骑马上街拆2家铺子解气，总会有动静，总会有人来报，总会让他有机会端着刚出炉的糕点去哄。可这次什么都没有，就算他将我打入大牢，我竟然也没半分动静，安静的像一潭死水。暗卫低声禀报，北狄使臣入京了。沈岸执笔的手顿了顿，北狄是来议和的，据说带了位公主过来和亲。这些事自有礼部操心，与他何干？继续盯着。他压下心头那点说不清的不安，继续批折子。直到第4日，他在朝堂上听到了那个消息，江婉之主动请缨，陪同北狄公主学习中原礼仪，满朝哗然。摄政王妃陪着个番邦公主，沈岸捏碎了手中的玉图。江婉之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正院等了1个时辰。他推门而入，看见他，没有意外，也没有惊喜，只是淡淡扶了扶身，便要往里走。站住！沈岸站起身，他低头看他，想从这张脸上找到熟悉的痕迹，却只看到一片平静。你在做什么？陪北多公主？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身份？江婉之打断他，抬起眼，知道，番邦女子来和亲的，我陪她几日，怎么了？你是摄政王妃？是吗？不是苏渊渊吗？他笑了一下，那笑容凉薄。王爷不是嫌我高贵的不够纯粹吗？我去陪陪人家，正好自降身价，免得哪天又被人说成是上赶着倒贴的贱籍。沈岸的脸色瞬间白了。那句话，那夜他在酒桌上说的那句话，他听到了。他伸手去拉他，却被他侧身避开。他垂着眼，王爷不必解释，酒后吐真言，我懂。这3年我确实脾气大了，心眼小了，容不下人了。王爷厌烦也是应当的。不是，是也好，不是也罢。他抬眼看他，眼底没有泪，只有一片死寂的平静。我不怪你，真的。沈岸的心猛地揪紧。他宁愿他闹，宁愿他砸东西，宁愿他哭着骂他负心汉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吵不闹，甚至说不怪你。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。他放软了声音，上前一步。我那天喝多了，说的都是混话，我这就去让人封了渊渊的铺子，把他赶出京城。你消消气。不必。从你为了他打我的那一刻，我们之间的感情就再也没有了。门在他面前缓缓合上，沈岸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，第一次觉得这摄政王府冷得像个冰窖。此后数日，我早出晚归，我真的日日陪着那个北狄公主，教她写字，陪她逛京城，甚至带我去城外的寺庙上香。沈岸让人送了无数次帖子，我要么不回，要么只回一个忙字。他终于忍不住，亲自去驿馆堵人。那日下着小雨，他站在驿馆门外，看着我挽着个异族女子的手走出来，说说笑笑，那笑容他已经许久没见过。婉之，
他脚步顿了顿，转过头来，笑容收敛了几分。王爷有事，跟我回去。公主还约了我去尝京城的糖葫芦。我轻轻抽回被他握住的手。王爷若有事，晚上回府再说。我就那样从他身边走过，连头都没回。那北狄公主倒是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目光里带着几分好奇，还有几分审视。他突然想起来，当年在边关，他也是这样挽着他的手，在漫天黄沙里走。那时候他笑得比现在还好看，眼睛亮得像塞外的星子。什么时候开始，他眼里的光没了？苏渊渊被关进冷宫的那天，京城下了入春以来最大的一场雨。他跪在地面上，身上的单衣早已湿透，嘴唇冻得发紫。为什么？他颤抖着抬起头，看着面前那个高高在上的男人。王爷，我什么都没做错，我只是送了您一袋艾草。沈岸甚至没看他，他站在廊下，目光落在远处，像是在等什么人，又像是什么都没等。把他带进去。他淡淡开口：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探望，不许送后衣，不许送炭火。王爷！苏渊渊爬着想去抓他的衣摆，却被侍卫拖开。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沈岸终于低下头看了他一眼，那眼神冷得像刀，没有半分温度。本王只问一句，那夜在檐下偷听的是不是你？苏渊渊的脸色刷得白了。那夜沈岸在酒桌上说那些话的时候，他确实在。他本是想去送醒酒汤的，却听见里面在议论江婉之，便鬼使神差地躲了起来。后来江婉之来了，坐在廊下哭，他看见了他，却装作没看见，悄悄从后门溜走了。我只是……你只是想让那些话传进他耳朵里，你做到了。本王这辈子只说过那一次他的不好，偏生被人拿去当了刀。你说，本王该怎么谢你？苏渊渊瘫软在雨地里，终于知道怕了。冷宫的门在身后沉沉关上，里面阴冷潮湿，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可怖。墙角的雨水渗进来，在地上形成了水洼。没有炭火，没有后背，只有一床发了霉的薄褥子。他蜷缩在角落里，听着外面呼啸的风声，终于开始后悔。后悔不该贪心，后悔不该妄想踩着那个女人上位，后悔不该以为那个男人眼底偶尔闪过的温柔是对他的。可世上没有后悔药。和亲的旨意下来那天，整个京城都震动了。沈岸却在名单里看到了另一个名字：摄政王妃江婉之护送和亲队伍至边关。护送？堂堂摄政王妃去护送一个藩邦公主？他扔下圣旨，翻身上马，直奔皇宫。皇帝正在御书房批折子，看见他进来，连头都没抬。朕知道你为何而来，这是江婉之自己求的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皇帝终于抬起头。他说他在京城待腻了，想去边关看看故地。朕想着这些年他跟着你也不容易，出去散散心也好。怎么，摄政王舍不得？沈岸攥紧了拳头。他当然舍不得，可他有什么脸面说不？他已经在躲他了，他已经在躲他了。这半个月，他连正院都不回，住在偏乡，说是怕打扰他处理公务。他去敲门，他要么不在，要么已经歇下。他就着烛火在写信，听到动静，抬起头来，那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王爷有事？他站在他面前，千言万语堵在喉间，最后只憋出一句：这么晚了还不睡？睡不着。他低下头继续写信。王爷回去吧，明日还有早朝。他看见他信上的字是写给边关旧部的。他在那边的3年认识不少人，有些至今还有联系。你真的要去？多久？他沉默了一下，笔尖顿了顿。不知道，或许半年，或许1年，或许……他没说完，沈岸却听懂了。兴许再也不回来。启程那日，天气出奇的好。我穿着那身在边关时的旧袄，站在马车旁。3年过去，那袄子已经洗得发白，却依然合身。他回头看了一眼摄政王府的门匾，3年引兵，白骨成神。他陪他磨了3年的墨，换来这泼天的富贵。可到头来，他最怀念的还是那间漏风的土屋和他在油灯下写字时专注的侧脸。那时候多好，虽然穷，虽然苦，虽然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死在敌人的刀下，但至少他眼底只有他。王妃，该启程了。转身上了马车，车轮滚滚，碾过平整的街道，碾过那些他曾经横着走的地方，碾过这3年所有的荒唐。沈岸站在城门楼上，看着那辆马车越走越远。他想追，可他没有资格。他想起那夜自己说过的话：他若真的高贵，当初又怎会为了个前途未卜的落魄户，便自毁名节，断发弃家的随我去吃苦？原来在他心里，那3年不是温柔小意，是自贬身价，是上赶着倒贴。原来在他心里，那3年是被利益熏心的算计。可分明不是的。他去边关是为了给惨死的家人收尸，是为了查清当年的冤案。所有人都避他如蛇蝎，只有他抛下京城的一切，跟着他去了。那3年，他替他磨墨，替他暖手，替他挡过刺客的刀。他发高热的时候，他守在床边3天3夜没合眼，用自己的体温暖着他。那时候他想，
这辈子就是他了。可什么时候开始变了呢？大概是回了京城之后吧。他忙于朝政，他独守空房，他被人捧着敬着，他被人议论着嫉妒着。他想让他多陪陪自己，他却嫌他不懂事。他想让他像从前那样只看着他一个人，他却觉得他善妒。其实他没变，变的是他。变故发生在和亲队伍抵达边关的第7日，北敌突袭，护送队伍死伤过半，江婉之被掳。消息传回京城时，沈岸正在上朝。他听完战报，脸色煞白，一言不发地转身就走。摄政王，皇帝在后头喊：“那是北敌的地盘，你去了就是送死。”他没有回头。他带了3000精骑，日夜兼程，7天7夜不眠不休，终于在北敌王庭外追上了那支队伍。北敌王亲自出来见他。摄政王好胆色！那异族男人坐在王座上，似笑非笑。不过你来的不巧，那个女人，本王已经赏给了手下的将军，这会儿估计正在哪个帐篷里。他在哪儿？北敌王却笑了。摄政王果然深情。他抬手让人把剑拨开。放心，本王一根头发都没动他的。因为他拍了拍手，帐帘掀开，走进来一个人，江婉之完好无损，甚至连衣角都没乱。他看着沈岸，没有惊喜，没有感动，只是淡淡的开口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沈岸扔了剑，几步冲到他面前，想抱他，却被他侧身避开。你没事？没事。眼底是他看不懂的情绪。沈岸，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他轻声说。他愣了一下。这是北敌王庭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？他隐约觉得不对，却又说不出来。因为我求的。他看着他，一字一句。我求北敌王演这出戏，我求他派人去京城报信，我求他让你来。婉之，你不是想知道什么叫算计吗？他笑了一下，那笑容比塞外的风还冷。这就是算计。我陪你吃了那么多年的苦，你给了我的宠，本以为是两不相欠了，可你偏要说那些话。你说我当初是自贬身价，上赶着倒贴。你说如今看我狰狞的脸，只觉得厌烦。那是我酒后混话。酒后吐真言。他打断他，眼底终于有了一丝边动，却是冷的。沈岸，我不怪你，真的，你只是说出了心里话，没什么错。可我也明白了，这3年的情分在你那儿原来是不值钱的。婉之，你千里迢迢来救我，我很感动。他看着他，眼神温柔又残忍。可感动不是爱。当年我跟着你去边关，是因为爱你；现在你来救我，是因为愧疚。不是。是。他再次打断他。你自己分得清吗？沈岸张了张嘴，分得清吗？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7天7夜不眠不休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找到他，带他回家。可这是爱还是愧疚，他真的分不清。我会留在北敌。江婉之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。他看着他，目光平静。京城太吵了，我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待着。你不能。我能。江婉之！他停下脚步，没有回头。我可以放弃一切。他的声音在颤抖。摄政王我不当了，京城我不回了。我陪你去草原，陪你养马放羊，陪你每天看落日。然后呢？然后每天看着你，想起你说过的那些话，然后每天问自己，你是真的爱我，还是只是愧疚？然后每天活在过去的阴影里，永远走不出来。他摇了摇头。沈岸，放过我吧。帐帘落下，隔断了他的视线。沈岸站在原地，像一尊石像。7天7夜的奔波，满心的焦急和担忧，最后换来这样一句话：放过我吧。原来他不要他了。原来当年那个愿意为他放弃一切的女孩，如今只求他放手。沈岸没有回京城，他辞了摄政王之位，带着几个亲信在草原上找了3个月。没有人知道他在找什么，也许是在找他，也许是在找那3年的自己。苏渊渊去世在冷宫里，没人给他送饭，没人给他送炭。被人发现的时候，他蜷缩在角落里，身上穿着那件单薄的衣裳。沈岸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正在草原上的一个部落里打听江婉如的下落。他沉默了很久，让他听见了那夜的对话。厚葬了吧？也毕竟是他，让他终于明白自己失去了什么。1年后，草原深处的某个小部落来了一个落魄的汉人，他在部落里住了下来，帮人放马，换口饭吃。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，他也不说，只是偶尔会望着远处的落日发呆，一看就是一个时辰。有一天，部落里来了一对商旅，为首的女子骑着马，穿着胡服，英姿飒爽。她从马上跳下来，和部落里的人说笑，买了几匹好马，又拿出一些货物交换。那个落魄的汉人站在人群外，远远地看着他。他变了，脸上有了笑，眼睛亮了，
说话的声音也大了，说话的声音也大了，不再是京城那个横着走的活祖宗，也不再是那个坐在廊下哭的伤心人。他活成了他想要的样子。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转过头来，朝这边看了一眼，四目相对。沈岸的心跳停了一拍，可他的目光只是在他身上停留了一瞬，便移开了，继续和身边的人说笑。他没认出他，或者说他认出了，却不想认。沈岸站在原地，看着那对商旅越走越远，最后消失在草原的尽头。夕阳西下，落日的余晖洒在他身上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他想起那年边关，他挽着他的手在漫天黄沙里走。沈岸，你会不会有一天不要我？不会。那如果有一天我不要你了呢？他那时候怎么答的？那我就追到你回心转意为止。现在他才明白，有些东西丢了就是丢了，有些人走了就是走了，追不回来的。他抬起头，看着天边最后一抹余晖，塞外的风依旧在吹。你我还会相见。边关的5月，风格外硬。江婉之从河边拎了半桶水，慢慢往回走，水桶在他手里晃得厉害，左腿的旧疾这2天又犯了，每走一步都像有根针在膝盖骨里钻。他咬着牙，没让自己停下。土屋还是那间土屋，漏风的墙被他用泥浆混着干草补上了，屋顶翻修了2回，眼下总算不漏雨。屋前的空地被他开出来了一片，种了些常用的草药，边上还撒了一把格桑花种。听说这花命硬，风沙里也能活。他走到门口，把水桶放下，抬手抹了把汗。日头刚过正午，边关的太阳毒辣，晒得人皮肤发烫。他正想进屋歇息，余光瞥见对面山坡上有个影子，隔得太远，看不真切，只能瞧见一个黑点孤零零地戳在土坡上，像棵被风刮歪的树。江婉之只看了一眼，便收回目光，弯腰拎起水桶进了屋。他知道那是谁。3天了，那个影子每天都会出现，有时候是清晨，有时候是黄昏，就站在那个土坡上，不远不近，不吭不响，像条被主人赶出门的狗，不敢靠近，又不肯走。江婉之把水倒进缸里，抓起灶台上的药杵，开始捣药，一下一下砸得石臼咚咚响。响声中，他忽然停下手，目光落在墙角一个旧布包上，那里面是一方灰墨。他离开京城时什么都没带，唯独这墨鬼使神差地揣进了包袱里，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。也许是那3年在土屋里磨墨的记忆太深，深到成了骨血里的一部分，丢不掉。他收回目光，继续捣药，比刚才更用力。第2天清晨，门被敲响了，江婉之正在煎药，头也没回。进来。门吱呀推开，沈岸站在门口，逆着光，整个人拢在一层金边里。他瘦了，黑了，2颊凹下去，眼底乌青一片，身上穿的那件袍子灰扑扑的，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，只有那双眼睛还是亮的，像2簇火苗，正一瞬不振地盯着他。江婉之扫了他一眼，用下巴指了指灶台边的凳子，坐，药快好了，等会儿喝一碗再走。沈岸跨过门槛，在他指的凳子上坐下，灶上陶罐咕嘟咕嘟冒泡，满屋子都是苦涩的药香。他贪婪地闻了一口，像是把这味道吸进肺里，便再也不想吐出来。2人都没有说话，只有柴火偶尔炸开，发出噼啪的轻响。药煎好了，江婉之碗直倒了一碗，端到他面前。沈岸伸手接过，指尖触到碗壁的滚烫，却没有缩手。他端着那碗药，看着里面黑沉沉汁液里映出的自己的脸，眼圈慢慢红了。他仰头，一口一口喝完，苦得舌根发麻，心却一点点暖了回来。放下碗，他哑着嗓子问：你不问我为什么来？江婉之转身去收拾药渣，手上动作迷路。来不来是你的事，留不留是我的事。沈岸沉默片刻，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，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。他放在桌上，慢慢打开，是一方灰墨，墨深光润，描金线条已经有些薄落，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精致。那是他离开京城前留在他书房里的，他后来一直收着。江婉之瞟了一眼，手上没停。你大老远跑来，就为了还我一块墨？我想你。沈岸说，3个字像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，带着砂纸磨过的粗粝。江婉之的动作顿了一下，就一下，转瞬便恢复了常态。喝完了就走吧，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沈岸看着他没动，江婉之背对着他，声音平淡：沈岸，你欠我的不是一句想我就能还清的。我知道。沈岸站起来，走到门口。所以我不走。江婉之猛地转身，眉头拧起来。你……我在镇上找了份活计。沈岸回头看他，眼神平静。替人写信，抄经书，饿不死。
我会留在边关，不会再让你一个人。江婉之胸口堵着一团气，想骂他，想赶他走，想把那方灰糜砸在他身上，可看着他站在门口的样子，浑身上下写满了执拗，他张了张嘴，最终只吐出一个字：滚。沈岸点了点头，像是领了军令，转身走了。脚步声渐远，江婉之站在原地，听见自己的心跳一声一声，震得耳朵嗡嗡响。他低头看向桌上的灰墨，良久，拿起来放进了墙角的旧布包里，和原来那块放在了一起。沈岸真的留了下来，沈岸真的留了下来。镇子叫青石镇，离边关驻军的营寨30里，不大，几百户人家，靠放牧和往来商贾过活。镇上只有一条像样的街，沈岸在街尾支了个摊子，给人写家书、写状纸，识文断字的人在这边关又稀罕，他的摊子很快有了生意。那些不识字的士兵、行商牧民排着队找他写信，沈岸每封信都写得极认真，对方怎么口述他便怎么落笔，末了还替人念一遍，确保没有差池。镇子上的人只知道他姓沈，话不多，字写得好，人实在，没人知道这个灰扑扑的男人曾经坐在京城的权力之巅，咳嗽一声能让满朝文武胆寒。只有江婉之知道，沈岸每天收了摊便往土屋走，他在镇子边上租了间破屋子，离江婉之的住处约莫2里地。每天傍晚，他准时出现在江婉之的院子里，劈柴挑水，修修补补，干完就走，绝不停留，也绝不进屋。起初江婉之当他透明，他劈他的柴，他捣他的药，各忙各的，互不相扰。后来有一天，他出门采药，回来的晚，远远看见院子里亮着灯，走近了，发现沈岸蹲在门口，正在修那扇松动的木门。他没有进去，就蹲在外面，借着月光和屋内透出的油灯光，一下一下的刨木头。江婉之背着药篓站在暗处，看了很久。等他走过去时，沈岸已经修好了门，正把手里的工具收拾起来。修门是另外的价钱。江婉之放下药篓，从里面抓了把野果子，递过去一颗。工钱拿这个抵。沈岸接过那枚指甲盖大小的野果，看了又看，然后放进嘴里，酸得他皱了皱眉，却笑了。这是重逢后江婉之第一次主动给他东西。好吃。沈岸说。酸得你脸都皱成核桃了，还嘴硬。江婉之白了他一眼，沈岸低头嚼碎那颗果子咽下去。你给的都好吃。江婉之没再理他，转身进了屋，门在他身后关上，却没有纱。沈看那扇虚掩的门，心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松软下来，像被春风化开的杜土。6月的天，孩子的脸。那天傍晚，天色骤变，狂风卷着沙石从北边压过来，黑压压一片，眨眼功夫就吞没了天光。江婉之正从镇上往回赶，风沙太大，吹得他几乎睁不开眼。他用袖子遮住口鼻，踉踉跄跄地往家跑。风沙来得太猛，土屋那扇年久失修的门被狂风掀得砰砰响，门轴终于承受不住，断裂开来。风裹着沙石灌进屋内，锅碗瓢盆被吹得叮当乱响。江婉之冲到门口，奋力用肩膀抵住门板，膝盖一软，整个人就要被风掀倒。一只大手从身后按住了门板，沈岸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，浑身被沙土糊得看不出人样。他一把将江婉之拽到身后，用肩膀死死抵住门板，把他护在里侧。江婉之没有犹豫，转身退回屋内，又回头去拉他。你进来。沈岸用力将门板顶回门框，从怀里摸出几枚木楔子，咬着牙敲进门轴里。风还在嘶吼，门板剧烈抖动，但终究没有再倒下来。他转过身，满嘴的沙子，眼睛也进了沙，又红又痛。还没等他站稳，江婉之已经拿了块湿布，踮着脚给他擦脸。你是不是傻？那么大的风，你跑过来干什么？怕你的门被风吹跑。门跑了就跑了，你人要是被砸伤了怎么办？那我正好躺你门口，等你出来给我上药。江婉之气得不轻，抬手在他胸口捶了一下。沈岸，你就嘴偏！这一拳不中，沈岸却觉得心里甜透了。风沙刮了大半夜才停。沈岸生了火，把潮湿的柴火一点点烘干，架在火堆旁烤着，默默听着屋外逐渐减弱的呼啸声。沈岸，你后悔吗？沈岸用木棍拨了拨火堆，火苗蹿高了一些，照得两人脸上都是暖融融的光。我最后悔的，他说，是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没有站在你那边。江婉之把下巴搁在膝盖上，盯着跳动的火苗。我也有不对，那些年我被你宠得忘了分寸，以为你的权势就是我的权势，后来才明白，你的就是你的，我的得靠我自己挣。沈岸摇头，没有你，我早就死在边关了，哪还有什么后来？江婉之转头看他，所以你来这里是为了报恩？我来这里，沈岸迎上他的目光，是因为这世上除了你，我再也没有想共度余生的人。江婉之移开视线，往火堆里添了根柴，嘴上说的好听。他嘟囔了一句，沈岸没接话，只是把烤热的毯子往他那边拉了拉，盖住他的腿。那天夜里，沈岸睡在了外屋的地上，江婉之没有赶他走，只是从里屋扔出一条被子砸在他身上。地上凉，你寒毒还没好利索，冻死了别赖我。沈岸接住被子，闷声笑了。风沙过后，沈岸顺理成章地留了下来，理由很充分，门是他修的，他得负责到底。屋子被风吹坏了好几处，他得补好。灶台裂了缝，
他得重新胡。总之一句话，他有1000个理由赖着不走。江婉之懒得拆穿他，也不去追究，两个人就这么心照不宣地过起了日子。沈岸把他的院子整个翻修了一遍，重新砌了院墙，搭了架鸡舍，还从镇上买了几只半大的母鸡，说是以后天天有蛋吃。江婉之嘴上嫌弃他乱花钱，第二天却蒸了碗鸡蛋羹，分了半碗给他。沈岸吃着鸡蛋羹，觉得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他学会了辨认药材，江婉之教他，他记性极好，知道艾草怎么捣，知道红花怎么熬。他采药时被荆棘划得满手血痕，江婉之看见了，在院子里闷声给他上药，下手极重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笨手笨脚的，以后不带你去了。江婉用棉布裹住他的伤口。我明天还去，我认识路了，不会划伤了。沈岸嬉皮笑脸，你认识个鬼？我真认识，今天还看见一株你一直找的野生黄芪，就在后山那块大石头下面，明天带你去看。江婉之抬眼看他，愣了一下。他前几天随口提过一句，说想找几株野生黄芪来配药，他就那么说了一嘴，他却记住了。呆子。他低下头，声音轻得像叹息。什么？沈岸没听清。没什么，做饭去。沈岸的伤口好得很快，到底是沙场上下来的底子，伤口的恢复能力比常人强出许多。可他却故意整天把胳膊晾在外面，逢人就说疼，只为了江婉之每天替他换药的那片刻功夫。江婉之看穿了他的小把戏，却也没揭穿。两个30出头的人，一个装病，一个装傻，倒也配合的默契。7月的一天，沈岸说要做饭，江婉之正要去镇上送药，闻言脚步一顿：“你做的饭能吃吗？能不能吃，你晚上回来就知道了。”沈岸围着一块破布当围裙，信心满满。江婉只将信将疑地出了门，傍晚回来。还没进院子，就闻到一股焦糊味。沈岸站在灶台前，一脸凝重地盯着锅里的一团东西，他的脸也黑乎乎的，沾了不少锅灰。江婉之走到他身边，探头一看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这就是你说的做饭，这分明是炼炭。沈岸一脸挫败，我明明按照你说的步骤都做的，怎么？我说的是小火慢煮，你把柴火塞了半灶房，那叫小火吗？起开，我来。沈岸乖乖退到一旁，看着他重新淘米做饭，灶火映着他的脸，红彤彤的。沈岸，你以前在边关的时候也没做过饭吧？那时候都是你做。沈岸靠在墙边，目光追着他的身影。我记得你煮的粥稠稠的，拌着咸菜，比京城的御膳还好吃。江婉之手上一顿，没回头。那会儿缺油少盐，能好吃到哪儿去？就是好吃。沈岸走到他身后，犹豫了一下，从背后轻轻环住他的腰。江婉之整个人僵住了，手里的菜刀停在半空。沈岸把下巴抵在他肩上，声音很轻：“婉之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”灶上咕嘟咕嘟冒着热气，屋里弥漫着米饭的香气。江婉之站在他怀里，手里的刀慢慢放了下来。他转过身，扬起脸看他。沈岸的脸上还沾着锅灰，样子滑稽极了，可那双眼睛里全是认真。江婉之伸手用袖子擦掉他脸上的灰。沈岸子，这一次你要是再让我伤心，我就真的走了，走到一个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。不会。沈岸收紧手臂，将他牢牢箍在怀里。我不会再让你伤心，这辈子都不会。江婉之把脸埋进他胸口，听着他急促有力的心跳，慢慢闭上了眼睛。好，我们重新开始。和好后的沈岸像是要把过去几年的亏欠全部补过来。他每天清晨上山采一束野花，野花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从不知名的蓝紫色小花到漫山遍野的格桑花，窗台上永远鲜艳。他不知从哪儿弄来几块好木板，花了好几天功夫，在院子里搭了架秋千。江婉之收工回来，看到那架秋千，愣住了。你什么时候弄的？趁你不在的时候，来试试。江婉之坐上去，沈岸在后面轻轻推，秋千荡起来，她的裙摆和笑声一起在风里飘，飘得满院子都是。沈岸看着她的背影，恍惚觉得时光倒流了，回到了很多年前，她还是那个跟在他身边，会因为他一个笑脸就开心半天的姑娘。只是那时的她，笑容里总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的讨好，而现在的她，笑得恣意，笑得坦荡，笑得让她移不开眼。8月底，沈岸在青石镇的学堂谋了个教书的差事，学堂很破，学生只有10几个，大的不过12、13，小的才5、6岁。沈岸教他们认字、念书，每月挣几串铜钱，外加1袋粮食。他第一天去学堂，江婉之硬是往他怀里塞了3个煮鸡蛋，说是头一天上工，不能空着肚子。沈岸掏着3个鸡蛋，走过尘土飞扬的土路，进了那间四面漏风的学堂，站在讲台上，看着下面一张张稚嫩的脸，忽然觉得自己这后半辈子找到了比权势更值得做的事。孩子们都喜欢他。沈先生脾气好，有耐心，从不打人。他讲故事讲得好，从塞北的风光到江南的烟雨，从忠义将军到江湖侠客，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。下了课还围着他不肯走。江婉之有时候去学堂接他，远远地看见他被一群孩子围着，脸上带着他从没见过的笑容。那种笑容温润安然，带着人间烟火的暖意，和他当摄政王时那种冷厉金贵的笑判若两人。他站在门外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：沈岸终于从那个高高在上的神坛上走了下来，活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而他也因为这份平凡重新爱上了他。有天夜里，两人并肩坐在院子里的秋千上，远处的边关城墙上，一轮满月正缓缓升起，把整个大地镀上一层银白。从摄政王到教书先生，从京城到边关，从万人之上到籍籍无名。江婉之，我这辈子最不甘心的是弄丢了你了，其余的我……那个位置你真的不想要了？那个位置太冷了，坐上去容易，下来难。我在上面待了3年，看了太多虚情假意，也做了不少身不由己的事。只有这里
让我觉得我还活着。江婉之没再说话，只是伸手握住了他的手，食指交缠，掌心贴着掌心，温度在两个人之间流转。秋天来临的时候，沈岸开始着手扩建屋子，他和镇上的几个木匠一起，在原来的土屋旁加盖了2间新房，砌墙、上梁、铺瓦，他样样亲力亲为，手上磨出一层厚厚的老茧。你这双手以前是拿笔拿剑的，现在倒好，天天搬石头上梁，这有什么不好？沈岸把手泡在热乎乎的药水里，舒服的眯起眼。我以前拿笔写的是奏折，拿剑杀的是敌人，如今搬石头上梁，盖的是自己的家。一个男人能亲手给心爱的女人盖房子，是天大的福气。江婉之蹲在地上，低头给他搓手，嘴上不饶人，油嘴滑舌。新房上梁那天，沈岸在门楣上刻了2个字，刻好之后，他拉江婉之出来看。江婉之仰起头，暮色中2个苍劲的字深深嵌在木梁之上，知岸。取你名字里的知，我名字里的岸，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。沈岸站在他身后，轻声说。江婉之望着那2个字，眼眶热了，他拼命忍住了眼泪，转身在沈岸肩上推了一把。也不怕肉麻死。沈岸笑着将他揽进怀里。不肉麻，这天下再没有比这正经的事了。又一个春天到来时，江婉之种下的格桑花开了，满山遍野，粉白交织。沈岸带着学堂的孩子们来看花，孩子们在花丛里疯跑，捉蝴蝶，摘野花，笑声洒了漫山遍野。江婉之站在屋门口，看着这一切，眼睛弯成了月牙。沈岸从花海里摘了一朵开得最盛的格桑花，走过来，别在他耳后。好看。他退后一步，端详着他，像在欣赏这世间最珍贵的花。江婉之抬手摸了摸那朵花，忽然说：沈岸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京城，我说谁家的花开得不好，你就命人连夜把人家花园夷为平地。沈岸的脸色窘迫起来。那时候不懂事。你那会儿多威风啊！我要天上的星星，你是不是也敢摘？现在不敢了。现在我只想给你种花，种一片更大的花海，让你看个够。这还差不多。学堂里的孩子有几个天资很好，沈岸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。读书是为了做大官，是为了明事理、知进退、守本心。将来不管你们走到哪里，做什么，只要能堂堂正正做人，就是我的好学生。孩子们似懂非懂的点头。江婉之靠在门边听着，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，只觉得这个男人经历了那么多起落沉浮，终于活成了最好的样子。你将双鞋